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。说起意大利，那好玩的地方太多了，历史古迹、文艺复兴、地中海美景、阿尔卑斯山雪峰，还有绝妙美食，都占全了，肯定错不了。今天咱们先从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开始，好好逛一逛。那不勒斯又叫拿波里，是意大利第3大城市，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。最早是在地中海满处跑做生意的古希腊人建的城，后来是罗马帝国的重要港口。再到后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，那不勒斯也很辉煌。去那不勒斯第一必打卡的就是城南30分钟如雷贯耳的庞贝古城。想必大家都听说过这座当年被维苏威火山爆发瞬间封存的古城。300多年前庞贝城被发现，整座城从6米多深的火山灰下面被挖了出来。现在大家能看到保存了2000多年的完整的街道、房屋、大剧院、浴场和栩栩如生的壁画，带您直接穿越回封印在公元79年的古罗马时代。感觉当年罗马人的生活水平确实不低，2万人的城里有个能坐5000人的剧场，还有洗浴城、洗衣店、酒吧、面包店等等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很丰富的样子。庞贝遗址不小的，逛一圈至少要半天时间。很多同学去庞贝古城会顺便打卡一下维苏威火山。一般大家都会走那个3公里来回的步道到火山口看一眼。火山口其实本身没啥特别，光秃秃的砂石山顶，但是在山顶可以有无敌的风景看。往右看是那不勒斯城和那不勒斯湾，往左看是庞贝古城和阿尔马菲海岸，都很漂亮。注意爬山要带件外套，火山顶上比较凉。除了庞贝古城和维苏威火山，那不勒斯城里也有很多好玩的景点。先来看看这个叫蛋堡的地方。这座城堡在那不勒斯湾的一个小半岛上，是那不勒斯最古老的城堡之一，当年算是城市的核心地段。这里原来是个海防要塞，后来也被当监狱用过。蛋堡是那不勒斯的地标之一，是可以上去参观的，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那不勒斯湾，天气好的话，远处的维苏威火山看得很清楚。从蛋堡往北走路20分钟左右，就到了那不勒斯王宫。这个王宫是意大利最大的宫殿，看着很新，因为确实就只有400年左右的历史，是当年波旁王朝的那不勒斯国王住的地方。因为比较新，里面房间、家具、各种摆件、挂画都保存得很好，可以很真实的看到当年这里的国王是怎么过日子的。王宫外面有个平民表决广场，是那不勒斯最大也最著名的广场，是个一定要自拍打卡的地标。看完王宫和平民表决广场，可以顺便看看旁边的翁贝托一世拱廊街。这个拱廊街十字形设计，高高的玻璃穹顶，怎么看怎么像是米兰那个拱廊的亲戚。其实这俩没什么太大关系，就是100多年前意大利的大商城设计就是这个范儿。米兰的那个都是名牌奢侈品店，南意的那不勒斯穷一点，拱廊里的店更亲民一些。这里附近还有个地标，就是新堡。新堡比蛋堡要新，但也有800年的历史了。当年那不勒斯第1位国王从西西里岛迁都那不勒斯，没有王宫住，就先修了这个海防办公居住多功能的城堡。城堡进口的那个凯旋门和里面的小教堂都可以看一下，然后上塔楼看看风景，不错的。从新堡出来，接着往北走10几分钟，就到了那不勒斯老城最有名的斯帕卡纳波利街。这条街意大利语的意思就是中分那不勒斯，2公里长，笔直穿过老城，从新耶稣广场开始，西段叫贝内德托克罗奇街，东段叫圣伯拉修街，到主教座堂街基本就算到头了。新耶稣广场旁边的圣基亚拉修道院很可以看看。这个600年的哥特式修道院身处闹市，但是非常安静。现在这里有个博物馆，里面是14世纪的艺术品和文物。不喜欢看博物馆的同学也可以看看这里很有名的一个回廊花园，里面的手绘彩色珐琅瓷砖和长椅都很有特点。然后您可以沿着斯帕卡纳波利街一路向东，逛逛小巷、教堂、手工艺品店、餐厅、咖啡馆，感受一下那不勒斯纯粹的生活气息。
不过要做点心理准备，那不勒斯老城是有名的混乱，倒不是治安有多差，就是那种没有秩序的脏乱差。有人觉得这里熙熙攘攘，乱得精彩接地气，很迷人；也有人会觉得乱七八糟，很闹心。这里还有个地标要提一下，圣塞维罗礼拜堂里面有一尊很有名的塑像，叫蒙莎的基督。这座大理石塑像是意大利艺术家桑马蒂诺18世纪的作品，细节真的很震撼，很难想象用大理石怎么能雕得这么逼真的。在那不勒斯城市街道下面藏着另一座历史古城——那不勒斯地下城。这个地下城很复杂，古老的隧道四通八达，贯穿整个老城。最早这个地下城是古希腊人挖的，主要是挖石头出来搞城市建设。后来罗马人和波旁王朝又继续挖，改成一套供水的水道。再后来，这里又成了储藏室、逃生通道，还当防空洞用过。建议大家可以参一个导游团，钻隧道的同时听听地下城的历史，很有意思的。地下城的入口在圣加埃塔诺广场的特里布那里大街。喜欢历史和艺术的同学，在那不勒斯有2个博物馆一定要去。一个是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，可以说是全球收藏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物最权威的地方之一。尤其是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古城里面挖出来的文物，别的地方看不到的。还有各种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和壁画，都是2、3千年的宝贝。博物馆里还有个密室，专门展出古希腊、古罗马的大尺度黄豹艺术。还有一个值得看的是国立卡波迪蒙特博物馆，这里展的是意大利的另一个辉煌时期——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期的东西。那些耳熟能详的大家，拉斐尔、提香、卡拉瓦乔等等的大作，这里都有。这个博物馆还有个亮点，就是它门前的花园。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个王宫，建在一个小山上，所以看完展览，在花园里走走，看看那不勒斯湾和维苏威火山远景，很享受的。去那不勒斯玩，春秋天天气好，游人也少些，是最好的时候。因为主要不是玩海滩，所以不建议夏天去，旅游旺季价格高，人又多又乱，满头大汗，逛景点太辛苦。冬天其实也可以去，成本低人少，但是一般去那不勒斯都会同时玩旁边的阿马菲海岸和卡普里岛。冬天看这些景不如春秋天好。行程嘛，至少2天，1天逛城里，1天庞贝古城和维苏威火山。欧洲很多城市都有到那不勒斯的直飞航班，如果是从罗马过来，坐火车1个多小时吧。市内交通可以坐地铁或者打车 Uber， 老城里就走走好了，可别自驾，那不勒斯人开车风格比较激烈。美食的话，意大利，尤其是南意，是美食天堂。那不勒斯是披萨的发源地，最经典最传统的玛格丽特披萨一定要尝尝，绿色的9层塔，白色的马苏里拉奶酪，还有红色的番茄酱，就是意大利国旗的配色。还有小吃炸披萨、炸海鲜、甜点千层酥，也都是那不勒斯的特色美味。那不勒斯是个挺大的城市，住在老城区去景点比较方便，不过就是游人多，比较吵和脏乱差。想安静一点，就住在老城西边靠海的基艾亚，算是那不勒斯的高尚区。如果是还要玩卡普里岛、阿马菲海岸，其实可以选择住在索伦托，然后1日游到那不勒斯。好了，今天那不勒斯就介绍到这里了。南意好玩的地方还有很多，下期视频会介绍阿马菲海岸和卡普里岛，可以期待。多谢大家观看，喜欢的话别忘了订阅、点赞、评论和转发。